大家好，我是玉冠工业的 UN200V， 今天介绍的是如何更换耗材，目的是要帮助各位能够针对我们的摇摆活塞式的无油式泵浦产品，单头、双头系列的，都可以透过这影片学习如何更换耗材所需要准备的油。右脚扳手、十字螺丝起子、手套、口罩、电动工具。电动工具的部分，如果有准备的话，可以提高你的拆装效率。零件的部分有皮碗、钢套、气门卡片以及我们的密封圈。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拆装 SOP。在拆装之前，会建议各位先准备一支笔，在缸盖这边简单做个记号，从缸盖到阀板直接画一整条线。选的笔呢，尽量是以容易擦又容易做记号的笔为主。那接着呢，缸盖的部分，2个缸总共有12支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呢，就可以借用电动工具的方式来拆卸，提高我们的效率。接着螺丝都拆开了以后，电容器先拿下来，把整个缸盖连着螺丝整个拿起来，各位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阀板。那建议各位缸盖的螺丝可以全部都拿起来，或者是像现在这样子，我全部都留在上面。那现在我们画线的时候的功能就出现了，你有画线，你就不会搞错你的方向。那我们拆装的部分呢，阀板上面会有我的钢套密封圈，它要接合这个钢套的位置。那这个是缸盖密封圈，它是要接合我们缸盖的位置，所以这个东西阀板的位置都很重要。首先检查一下我们的阀板上面的气门阀片。各位如果从侧向去看，应该要是能够完全贴紧才是。像这个全新的当然是贴得很紧，但是像我们的客户会碰到真空度不足啊、流量不足这类的问题，可能就是会类似像这样子的，它是完全翘起来的，这样就会导致它气密不足。没有办法让气体完全塞在这里，那就会漏气，导致我们的真空度不足，流量不够。还有一种是像这样子的，像这种破损的呢，目前它可能还遮得住我们的气门，但多次开合之后，它可能会整个碎掉，那就会在我们的气室里面飞得乱七八糟，那最后会把我们的钢套、皮碗都刮伤，气门也是会破，导致真空度跟流量不足。气门阀片的部分呢，就是用我们的十字螺丝刀把它转开，转开了以后，把我们的阀片再锁回去就可以了。那一个阀板上面跟下面都各有一片，那各位要注意，要把我们这个气门阀片的这个压板也要记得锁回去。接着呢，就要检查我们的缸盖密封圈，就是长得这样子的，像 H 型的，它会刚好跟我们的缸盖的形状是相符的，所以会贴紧在这个缝中间，让这边形成气密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也很重要，给各位看一下客户的案例。像这个呢，它就是用过热了，然后开始融化，然后最后可能拆装的时候没有把它压好，就破了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它就直接变成2片。像这个就可能会影响它的气密式。那换的方式也很简单，我们的阀板这里都有做一个沟槽，直接把它合进去，不会滑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着就看它的底下这里是钢套密封圈，就是直接对着我们的钢套的上缘做气密的功能。
那这边要拆的时候，可能要稍微把它抠出来，一样是有做这个轨道的设计，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客户的案例，像这个它因为已经有一点过热变形了，所以它变得比较大，看起来是可以刚刚好塞在这个圈里面，但我们要压在钢套上面的时候，可能气密性就会不足。好，我们阀板两边都处理完以后，接着就来看我们的钢套。钢套跟皮碗，先把我们旁边的固定环拿下来，这是钢套，这是皮碗，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客户的案例。像这就是皮碗，各位可以看得到明显的这个边缘都有一些磨损，这边有一些金属的粉末。那因为这样金属粉末卡在皮碗里面，就导致我钢套里面产生了严重的刮痕。可以看到有直线的这个方向的，就是透过这个铁屑所刮出来的。那这样的刮痕呢，就会让我们的气密度不足，进而影响我们的真空度以及流量。所以这个必须把它换起来。那更换的方式呢？先把钢套拿起来，到拆装的时候要注意，先把它压到底，再用螺丝刀做拆的工作。拆起来以后，就这个样子。把皮碗从我们的皮碗压板上拿下来，换上我们新的皮碗，透过皮碗压板这边的部分把它锁回去，这部分就算简单的更换完成。好，那各位会发现新换的跟原本的大小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这个我们钢套会没有办法直接进去，像这边就可以直接进去，这边不行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巧劲，我们把它提到上面来，也就是另外一边要压下去，稍微把它扶正之后，从侧边稍微让这个皮碗折进去。不可以折到哟，稍微折进去，不可以有明显的折痕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每个边缘都好了，就进去了。然后再把我们的钢套压到底，稍微旋转一下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现在皮碗跟钢套都换好了，接着我们就把垫片跟框架开始装回去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画线的刚好对这里，另一边也比照办理，然后再把我们的阀板放回去。那阀板放回去之前，你要注意我们的 O-ring 有没有确实在这里。那像我现在这个拆了以后，它会掉下来，我们可以试着把它放在这边。那一样，我们刚刚画线的地方对画线的地方，把它放回去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放好了以后，那左右会没有办法侧移，因为钢套已经压在轨道里了。最后，把我们刚刚的钢盖全部回来上锁，要注意我们的钢盖密封圈是不是都能够贴齐我们原有的位置。那如果你螺丝能够锁在固定的位置上，原则上就不会有问题。电容器不要忘记喽。锁的时候呢，先尽量先锁对角，然后不要一次锁到底，大概稍微锁一下。各位会发现它有点往下压了，
最后再来把它锁紧。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哟。像刚刚为什么要更换耗材，就是因为有吸入异物啊、粉尘啊。以刚刚的案例为例，就是吸入了金属粉末，所以导致了我们皮碗、钢套、气门阀片这类的耗材严重的磨损，最后导致真空度不足、流量不足，就变成我的整体能力值是不足的。那为了要避免这类的情形发生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2个东西。这个是属于进气过滤器，这2颗就是我们装在进气口这里，透过过滤器把刚刚那些问题把它抓起来。那这个有分等级，我们这个叫做 VFB， 它的过滤度是20 μ。那原则上，空气是这个方向进来的，进来以后就可以拦截在这里，所以一般的粉尘、脏东西、水都会在这里被收集。那满了以后就稍微把它打开来做清洁即可。但这个过滤度是20 μ， 所以如果说像我们半导体业或者是一些更细的粉尘，比如面粉啊、灭火器的干粉这类型的，它都小于20 μ， 所以这个过滤器会抓不住，那可能就要选用这个10 μ 的。那这一个型号是 VFC， 它的好处是可以直接把它打开，更换滤芯，像这样简单拆换即可。那当我们这个东西装在帮浦上面的时候，你要做拆换跟保养就非常的方便也快速。那滤芯买下来也比 VFB 便宜，算是一个不错的投资。就把它扣紧，就这样为各位做简单的介绍，谢谢。